在25年这个暑假，我前往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，作为我的毕业旅行。准确来讲，是和家人在东欧游玩10天后，孤身前往了瑞典。因此，我也提前适应了欧洲的生活，使我这为期1周的瑞典之旅总体上还算顺利。这个视频我将向各位分享我的旅程，在这座我从未去过却感到熟悉而亲切的城市——斯德哥尔摩，瑞典首都，因此也叫斯京。在网络上，你可以找到大量这里的旅游攻略，但几乎都集中在城区的博物馆、教堂和皇家建筑，千篇一律。但对我而言，斯德哥尔摩的景点远不止这些。您现在听到的这首 BGM 正是由德国作曲家 C418 为游戏《我的世界》创作的背景音乐，名为 Sweden 瑞典。不出所料，我的世界模样工作室就坐落在斯德哥尔摩一个隐秘的角落。一对双开木门作为入口，并无其他显眼的 logo， 只有墙上一块精致的工作室名牌，标志着这里的身份。如果不是刻意到访，很难在街道深处留意到这样一间游戏工作室，更难以相信这里曾诞生了历史上最畅销的游戏，并不断发布着更新。步入正门，首先就是工作室和微软的 logo 映入眼帘。除了几个教室和活动室外，这层更多摆放了各种类型的游戏周边，以及整整一墙琳琅满目的奖杯。接待的值班员工很热情，有的员工就倚在一层的沙发上，腿上放着笔记本，不时抬头思考，与参观者互不打扰。据员工说，工作室共5层，仅这一层开放参观和接待服务，楼上便是办公区域。同时，由于正值暑假，因此绝大多数员工正在休年假，楼上颇为冷清。和我一起参观的还有一对年轻夫妇，带着他们的2个儿子。小孩在游戏区画画，他们的父亲则与员工聊得甚欢。游玩我的世界超过10年，初次与工作室总部相见，我的内心是很激动的。尽管这里不需要门票，甚至不需要预约，其内部也没有像皇宫或雪山那样的震撼场景，但作为童年游戏的诞生地，又怎能不感到亲切？最后到了下班时间，才不得已离开了。在北欧 ，HiFi 音乐及高保真发烧音乐设备十分流行。斯京城区内就有一家名为 HiFi Klubben 的丹麦俱乐部。一进门，映入眼帘的就是 Daft Punk 超时空记忆专辑和 Pink Floyd 月之暗面专辑的 CD 封面，象征了现代音乐与 HiFi 设备的碰撞。在老板批准下，我对展出和正在销售的设备进行了简单的拍摄。注意到店内几乎全部以音响设备为主，而非耳机耳塞。老板向我介绍到，音响类设备在瑞典十分流行，相比中国，瑞典有更大的人均住宅面积，因此更多人选择了音响而非耳机。然而，提到瑞典的现代音乐，就必然有一个名字被提起，它就是 Avicii。Avicii 本名 Tim Berkling， 这位早逝的瑞典 DJ， 其作品甚至成为了许多人克服困境、获取动力的良药，也曾在全球 EDM 领域做出了巨大影响。现如今，在斯京最繁华的商业街旁，人们可以找到一个亮眼的标志，箭头指向了为纪念和宣传建设的 Avicii 体验馆。在体验馆内，人们能看到 Avicii 的众多获奖专辑和单曲，以及相关的纪录片，配合上音响效果，沉浸感十足。此外，还能看见 Avicii 生前创作和演出的场景复原。人们甚至能在屏幕上制作属于自己的 Avicii 风格的音乐片段，也可以参与演唱。
临近出口可以看到一个昏暗的区域，被一支蜡烛照亮，播放着影片，表达了对于 Avicii 的怀念和惋惜。在丝巾 ，Tim 留下的印记还远不止于此。这个巨大的球形建筑原名爱立信球形体育馆，是斯德哥尔摩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建成于上世纪80年代末，一直以来用于承办各种比赛、演唱会等，例如2021年的 CS:GO 斯德哥尔摩 Major 赛事，当然也包括13年前 Tim 在此举办的 Levels Tour 演唱会。Tim 离世后，为了纪念他 ，Tim 的父亲 Klaus 代表 Tim Bergling 基金会。在2021年5月，正式与场馆方确定，将该体育馆的名字更改为 Avicii 竞技场，同时开展了以 Avicii 歌曲 For a Better Day 同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慈善活动，主张 Break the Silence 打破沉默。如今，这个场馆仍与 Avicii 的符号和旗帜簇拥在一起，并不断举办着各类活动。至于 Tim 基金会，直至2025年的今天，仍在持续运作。他们不仅开设了更多慈善演出和义卖，并且在2025年初征集了超过1000条青少年的心声，并将这些呈递给了瑞典政府，使之传递进入国家决策流程。Avicii 的符号至今仍象征着光和热。这是我一天中午在斯德哥尔摩王宫看到的皇家卫队换岗仪式。在丝巾每天都会按时进行这一仪式，且每天都有不同规模的巡游和奏乐。然而，在2019年夏季，皇家卫队甚至多次在换岗时演奏了 Avicii 的几首经典作品，例如这首 Without You。在斯德哥尔摩一个名为 Hamel Garden 的公园内，一座抽象派金属雕塑矗立在草丛中。这是2位艺术家于2022年为纪念 Avicii 创作的雕塑，名为 Standing Waves。3件独特的金属管与风呼应，错落参差，象征了 Avicii 作品融合了电子、乡村等曲风的独特风格，也暗示了每个独立人格的复杂性和独特性。这件雕塑由该区域议会发起建立。我路过这里时，一群孩子正在雕塑旁举办着生日派对，嬉戏玩耍。似乎 Avicii 的激情与活力从未消散，只是随着风洒向了远方。在最后的2天，我把精力投入到了一个极其小众的爱好——卡车。我对于卡车的喜爱是从小就有的，而在7岁时接触到的一本卡车杂志，让我真正迷上了欧洲卡车。在欧卡圈内，有一个公认的世界最豪华卡车品牌，被誉为公路之王，它就是斯堪尼亚。好巧不巧，斯堪尼亚的总部就位于斯德哥尔摩以南的 Södertälje 南泰利耶。圈内人知道北欧的卡车文化，尤其是改装文化，都是一流的。不过，作为第一次参观，我还是选择了原厂车聚集地。到地儿了，兄弟们。作为享誉世界的品牌，斯堪尼亚可说是南泰利耶的门面企业。总部旁的公交站就以斯堪尼亚命名，意为 Scania 办公大楼。我到达时，正巧赶上斯堪尼亚新能源卡车展览，第一次停了 IPL 系列的共5辆车。虽然是电车，
但设计语言一脉相承。斯堪尼亚总部向游客开放参观的，其实是一个名为马库斯瓦伦堡大厅的建筑，也常称作斯堪尼亚博物馆。马库斯瓦伦堡是瑞典著名实业家，也是对斯堪尼亚萨博集团贡献极大的一位长期董事长。斯堪尼亚曾与萨博公司合作，如今萨博已不再生产轿车，而是转向了房屋业务。馆内展示了斯堪尼亚的前身和初期产品，竟然是靠造火车车厢和自行车起的家，也造过轮船发动机。然后就是斯堪尼亚的老式卡车，其前身斯堪尼亚 Vabis 是两家公司合并的结果，还有几辆经典的24系卡车和 Vabis 时期的发动机，包括一辆特殊的 P124 卡车，上面印着日内瓦红十字标志，这是斯堪尼亚下线的第100万辆卡车，曾被捐赠用于人道主义救援工作。虽然内部没有展示曾经合作过的萨博轿车，但却有一辆来自70多年前的大众甲壳虫。这辆车曾在1949年6月下线，11月被斯堪尼亚 Vabis 集团采购，作为公司车辆。后来经手13位车主，在上世纪末以一场拍卖会被买下，并带回了南泰利耶进行翻修，如今在馆内展出。然而最让人激动的部分还是斯堪尼亚的 V8 展区。作为全世界最早生产卡车 V8 柴油机的斯堪尼亚，这里共展出了5辆车、数台发动机。首先是一辆1962年的斯堪尼亚 Vabis， 搭载一台205马力6缸直喷涡轮增压柴油机，展示了斯堪尼亚早期的技术突破。紧邻的是来自92年的一辆 R143， 搭载一台14升 V8 涡轮增压柴油机，涂装很鲜艳，曾被 Loneheedens Carry 公司购买用于原木运输，在行驶了17万公里后展于此馆。一辆草绿色的 OS460 Super 格外亮眼，它不是 V8 车型，而是搭载了一台直六发动机，其出色的燃油效率让它在2024年获得了绿色卡车奖。实际上，斯堪尼亚在这个奖项上，从2011年设立至今已经9次获奖。C 位这辆亮蓝色的 S770。在高达3.2米的平地板驾驶楼下，安装了一台斯堪尼亚引以为傲的16升新欧6 V8 发动机，能够爆发出770匹的马力和最大3500牛米的扭矩。无需多言，这就是原厂旗舰车型。车前陈列着这台巨大的发动机。再往深处看，还有一辆青色的限量版2系，它是O3排放首款搭载16升 V8 的车型，并且是由2124的6缸机改装而来。这款车原本计划生产100辆，但最终仅生产了94辆，分别销往意大利、瑞典和芬兰、冰岛等地。车前同样陈列着这台发动机。展厅外可以看到可持续发展的标语，以及公司历代 logo、产品的发展史，并介绍了他们的模块化设计，甚至有一副 AKG 耳机可以聆听发动机的轰鸣。这里有大量的周边产品出售，除了挂坠文具和各种比例的卡车模型，还有各种衣物、帽子，甚至婴儿用品和体育用品。刚从展馆出来，就正巧碰见了3个大哥开着几辆经典的 V8 来总部拍照。
沿着公交线，下一站就是斯堪尼亚技术中心。环岛的碑上是斯堪尼亚公司3阶段的 logo。在斯堪尼亚总部旁边就是瑞典E4高速。我在高速旁公交站找了一个机位，拍摄到了许多路过的司机，这当中一些涂装精致、开着空车的司机，显然是来总部打卡兜风的。看到我在拍摄，也会热情的互动。以上就是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看到这里，再会。